先前吕介还是众人眼中的英雄，可是转眼之间，吕介却又成为了众人眼中的狗熊。这样的转变本就让吕介难以接受，但最让吕介难以接受的是，他败了，他又一次败给了楚风，并且相比于上一次，他这次败得极为狼狈，更加的颜面尽失。好歹第一次他败了，没有人敢嘲讽他，可这一次他却遭受众人的羞辱。可偏偏对于这种羞辱，他又无法反驳。他吕介从小到大都是天之骄子，何曾受过这样的羞辱？可偏偏今日他却受了，这就是吕介吐血的原因。因为从小到大向来只被人夸赞的他，无法承受这样的羞辱。吕介，你这心理承受能力不过关啊！他们骂你，好歹说的是事实，可是先前他们骂我，那可是冤枉我啊！我比你委屈多了，你看我那么委屈都没怎么样，你这明明人家说的是事实，怎么还受不了了呢？楚风的声音响起，抬头观望，楚风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那样的姿态，不就是胜者对败者的嘲讽吗？最重要的是，楚风这话说的也太打击人了吧！瞧瞧，这是人话吗？他自己承受能力强是他的事，居然还不允许别人承受能力弱吗？可偏偏对于楚风此时的话，许多人都感觉很是爽快，尤其是袁术、汤臣等人，就连于婷都被楚风这番话逗笑了。因为先前楚风的确承受了太多委屈，但现在他终于能够将一切尽数奉还给这吕介。你这混蛋！吕介看着楚风，眼中怒火翻腾，就连杀意都是毫不掩饰的释放而出。怎么了？不让人说实话吗？你虽天赋不错，但只做温室里的花朵，可是不行。吕介，你这样不行啊！你要多被人骂，多承受一些屈辱，否则你哪天没被人打死，反而被人气死了，那可就成了天大的笑话了。楚风笑嘻嘻地说道。明明吕介已是释放出了杀意，可楚风却是没有收敛之意，反而开始变本加厉。给我闭嘴！猛然间，吕介大喝一声，随后一拳轰出，磅礴的结界之力便化作一道巨拳，横过虚空，向楚风压迫而去。那虽是吕介随意的攻击，但威势同样非同小可。见此情形，楚风则是赶忙身形一闪，将吕介这一拳躲开。而就是这简单的攻击过后，吕介先是一愣，随后则是大喜。先前他无法对楚风发动攻势，乃是因为这远古灵域不允许。先前是远古灵域的力量将他吕介的攻势给化解开来，但是这一次他的攻势似乎有效，远古灵域并未再出手阻拦。这说明当他们二人身上的奖励被远古灵域外的众人分走之后，吕介已是可以对楚风发动进攻。他们二人的对决似乎已经可以开始了。楚风，我先前让你走，你不走，现在你就是想走也不行。今日我吕介要你死在此地！忽然间，吕介开始发出狰狞的笑声，不仅笑声狰狞，他的面容更是狰狞，明明在笑，可他脸上的模样却是非常的恐怖。楚风，快走！眼见不妙，汤臣大师、袁术等人便大喊开来，誓劝楚风离开那远古灵域。他们都意识到，那远古灵域不会再继续阻止楚风与吕介二人进行对决。现在的情况下，吕介的攻势将不会被远古灵域的力量所阻挡。可是楚风的戒灵之术就算再强大，也不可能是那吕介的对手啊！吕介眼下气急败坏，那狰狞的而疯狂的笑声便是最好的体现。这个时候，楚风若不赶紧逃，多半是要倒大霉的。吕介会把众人带给他的所有怨念全部报复给楚风。吕介真的会杀了楚风，他一定会杀了楚风。可令人意外的是，无论汤臣大师和袁术等人如何劝解，楚风却像是听不到众人的声音一样。他不仅依旧站在原地，并且看向吕介的目光还充满轻蔑。这楚风在干嘛？他怎么不跑？而就在众人极度不解之际，楚风却忽然开口了：吕介，我劝你放弃吧，挣扎没有任何意义。既然这远古灵域之内只有一个人可以到那石碑之前，那么显然那个人不会是你，而是我，楚风。吕介此话一出，莫说汤臣大师等人愣住了，在场的其他人也全都被吓了一跳。这楚风怎会如此胆大，竟敢对吕介说出这样的话？他天赋异禀，众人都知道，这从他先前能够击败吕介，随后能够破开奇阵，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可是现在与先前则是不同，现在是他与吕介真正的对决，比的是当下的实力。而在显龙石上，他们的戒灵之术实力人们都已经看到过了。吕介已经领悟了龙变第三重，获得了堪比六品至尊的力量，可是楚风却是龙变一重，那只是堪比二品至尊的力量。二人当下真实力量相差极为巨大，差了足足4层境界的力量，这要如何对比啊？难道说楚风他不仅是一个戒灵大师，还是一位修武高手？他的修为在6品至尊境，所以他才并不惧怕吕介。忽然有人发出了这样的猜测，很有可能此子天赋太过逆天，他的戒灵之术已是完美体现。这样的天才，大多数戒灵之术强横，修为天赋也都不弱。这楚风不是没有可能拥有这样的修为。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样的猜测竟然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看着那丝毫不惧吕介的楚风，甚至还出言挑衅吕介的楚风，人们都在想，楚风到底有何底牌，才会让他如此大胆？但思来想去，在已经确定了戒灵之术实力的情况下，似乎唯有楚风的修武境界的强横最为靠谱。你凭什么与我相提并论？你不过是一个将死之人！忽然，吕介再度怒吼一声，他这声怒吼充满了他对楚风的不爽与敌意。最重要的是，伴随着声怒吼，他出手了。如果说先前对楚风的出手不过是随意的攻势，那么此时则是不同。这一次的攻势，他可谓施展出了全力，那磅礴的结界之力化作了一道耀眼的光柱，光柱发出咆哮，虚空都被震颤得瑟瑟发抖。而最令人感到窒息的是，那结界之力所散发出的气息，那乃是堪比6品至尊的力量，并且这力量极为强横。
这公式看似简单，但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乃是真正的全力一击。这吕介没有丝毫的留情，他这一击就是奔着要楚风的性命去的。然而看着那迎面来的攻势，楚风却是冷哼一声，随后楚风左手捏动法诀，而右手对着吕介向前一推，猛然间楚风的体内便如同火山爆发一般，磅礴的结界之力也是如洪水猛兽一般释放而出，无论是威势还是体积，都丝毫不弱于吕介迎面来的攻势。眨眼间，两股力量相互碰撞在一起，涟漪肆虐，天地震荡。可两股力量却丝毫不减，二者竟是胜负难分。那是结界之力吧？楚风竟然用结界之力挡下了吕介的攻势，他的结界之力竟然强大到堪比6品至尊的地步了吗？看到楚风竟然是用结界之力挡下了吕介的结界之力，几乎的所有人的面容都变得精彩起来。尽管早就预料到楚风也许能够与吕介一战，但在此之前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相信楚风竟然会凭借结界之力与吕介进行抗衡。他不是只领悟了龙变第一重吗？为何会有这样的力量？难道说是那显龙石出了问题，所以没有侦测出楚风真实的力量？其实楚风也与吕介一样领悟了龙变第3重的力量。不解之际，又有人发出了猜测，不可能，老夫那显龙石上不可能有人隐藏龙变之感。然而对于这种猜测，向来不愿多言的如意老人却是开口了。他开口就是为了反驳那个人，的确不可能，正常的龙显石上都不可能有人隐藏龙变之感，又何况那是如意老人的龙显石。那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是楚风在刚刚踏入远古灵域之后又领悟了龙变之感，是在踏入远古灵域后领悟到的龙变之感第3重？很快又有人猜测到，就算领悟龙变之感，也只是领悟第2种，不可能有人在短时间内连续领悟龙变之感。不过对于这种猜测却也是立刻被他人否定，而偏偏这种否定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的确不可能，龙变之感可不是那么好领悟的东西，身为界灵师都知道龙变之感有多么难以领悟。强如汤臣大师、木之仙子等人活了这么久，也只是领悟了龙变之感第4重而已。楚风一个小辈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连续领悟2重？那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有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连续领悟龙变之感，哪怕是强如楚风也不可能做不到这一点。可是事实上那位竟真的猜对了一半，楚风的确是领悟了龙变之感，但也如众人所说一样，楚风无法连续领悟龙变之感。楚风在奇阵之内破阵之时也是遇到了机缘，导致楚风领悟到了龙变之感第2重。龙变之感第2重可以让界灵师获得堪比4品至尊的战力，对于正常人来说，哪怕是龙变之感第2重也绝对无法与龙变之感第3重抗衡。毕竟龙变之感第2重是堪比4品至尊的战力，可是龙变之感第3重乃是堪比6品至尊的战力啊！但楚风却并不是常人，对于楚风来说，哪怕只是龙变之感第2重，他已经足以对抗吕介，并且全然不惧。楚风之所以有着如此自信，乃是因为楚风身上的其他力量。楚风身上的九龙圣袍能够让楚风的结界之力得到增强1品战力的力量，而楚风的血脉之力觉醒之后，也同样可以让他的结界之力获得1品战力的增强，两者相加就可以让楚风获得比常人清楚2品的战力。在龙变之感第2重这堪比4品至尊的战力基础上，楚风同时使用九龙圣袍与血脉之力的力量，刚好可以让楚风的结界之力战力达到6品至尊的地步。这就是楚风眼下能够抗衡吕介的原因。不过要说震惊，最震惊的则是吕介。吕介本以为他先前败给楚风是因为他压制了自己的力量，是因为他只使用了龙变第1重的力量，至于后来奇阵不如楚风，乃是自己选错了结界门。若是他也选择了红色结界门，那么率先破阵的就一定是他。他从未真正的觉得自己就是不如楚风的，所以他觉得当他不再压制力量，施展全力之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楚风抹杀。这本就是一场毫无悬念的对决，但是眼下楚风却挡下了他的攻势，这让他始料未及，让他有些难以置信，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所猜测的一切。吕介，你之前以为你必胜无疑，因为你掌握了龙变之感第3重，那么现在你还觉得你赢定了吗？楚风再度发出了讽刺的声音。听闻这样的讽刺，吕介也是从震惊之中醒悟开来，就算楚风挡下了他的攻势又如何？今日他必须要赢。猛然间，吕介再度发出了滔天的怒吼，他没有再与楚风进行对话，而是直接加强了攻势。眼下自他体内释放出的结界之力开始源源不断地向楚风奔涌而去，那个架势是想用蛮力将楚风的结界之力瓦解，从而灭掉楚风。而面对吕介这样的攻势，楚风也是不敢大意，同样释放出磅礴的结界之力来抵挡吕介的攻势。那股结界之力没有任何的花哨，犹如2条没有形态的巨龙跨越天际，在虚空之上碰面决斗，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最对面的对决，比拼的就是谁更。但那结界之力的强横却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叹服。那可是2个后辈的对决啊，2个后辈能有如此强大的结界之力，这让在场的老一辈都是自叹不如，就莫说同为后辈的袁术等人了。这种简单的结界之力比拼，其实靠的乃是精神力，谁的精神力更强，转换的结界之力就更多。可精神力在如此强大的消耗之下，迟早会消耗殆尽。现在就看谁的精神力更强，谁坚持得更久了，坚持更久的那一方就将是这场对决的胜者，这将是一场持久战。然而就在这时，吕介的后方却忽然开始变化，在吕介身后的大地上竟然传来阵阵轰鸣，那大地竟然开始翻腾。而就在众人不解之际，其身后的突然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冲天起，伴随着突然的冲天起，竟有一个庞然大物自吕介的后方拔地而出，那是一只猛兽。
这只猛兽并不完整，它只有头颅，没有身躯，可只是那头颅就高达100米，并且这只猛兽面容极为凶狠，如魔物一般令人恐惧。那是结界阵法，并且是极为强横的攻杀阵法。吕介他竟然在释放出那等强度的结界之力，同时暗中布置出了如此强大的攻杀阵法，太不可思议了！他竟然能够做到这种事情。吕介，这就是吕介，我圣光天河内最强的界灵师后辈。看到那攻杀阵法之后，许多人都是叹为观止，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尽管人们对吕介的恨意不减，但却也不影响他们对吕介能力的认可。在于楚风那般强力的对决之下，正常人连分心都是不敢，稍微分心就可能导致功亏一篑，被对方击败。可是吕介竟然在那等强度对决的同时，暗中抽离出结界之力，花费心思，在楚风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布置出了如此强大的攻杀阵法。这等能力，就连天才都做不到，但吕介却是做到了。吕介，你竟然能够在与我对决的情况下，布置出这样的攻杀大阵，你还是人吗？就连楚风也开口了，在楚风的眼中，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得意与自信，在楚风的眼中，同样布满了金色，并且在楚风的眼中，还尽是恐惧。从始至终都目中无人，镇定自若，天不怕地不怕的楚风，在此时竟然怕了。看样子，就连楚风也没有意识到吕介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当吕介做到了这一点后，他才会如此的震惊。而看楚风此时的表情，人们就知道，对于吕介接下来的攻势，楚风也将无可奈何。吕介，住手吧，只是对决，没必要置人于死地。汤臣大师的声音响彻天际，冲入远古灵域。他眼见楚风不敌，自己却不能解救，便只能开口劝解吕介。但吕介又岂会在乎汤臣大师的话？他早就杀意已决，除非是他的师尊悟道圣尊来劝他，否则就算天王老子来劝，他也不可能放过楚风。楚风，去死吧！吕介终于再度开口了。这一次，他没有再发出怒吼，反而他的语气非常的平淡。可是，在他这平淡的语气之中，却是杀机四伏。而他此话落下之后，其身后的猛兽便张开了大嘴，刹那间火光喷涌，下一刻，无数道巨大的火球如暴雨一般自那猛兽的口中飞掠而出。那火球先是冲天起，随后便同时向楚风冲击而去。糟了！看到这一幕，就连汤臣大师等人也暗叫不好。从楚风的表现来看，他从一开始就已施展出了全力，现在的他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躲避，因为他若是躲避，那么吕介对他冲击而来的结界之力就会攻击到他。那等强横的结界之力足以让楚风飞灰烟灭。无法躲避的情况下，楚风只能用身体去接下那漫天的火球。可那火球的力量丝毫不比吕介体内所释放出的结界之力弱。若是楚风被击中，楚风同样是必死无疑，胜负已分。虽不知这楚风是怎么具备了那堪比6品至尊战力的结界之力的，可这场对决终究还是吕介技高一筹。可惜了这个天才，虽然天赋异禀，可终究还是棋差一招。此时有许多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几乎没有人觉得楚风还有回旋的余地。这也不怪众人，毕竟就连楚风自己都已是满面恐惧。火光炸裂，轰鸣四起，火球飞落而下，化作一道道巨大的火山，在楚风的头顶炸裂开来。那片天地都被火焰所吞噬，就连远古灵域之外都被那火焰映照成了火红之色。天哪，那是什么？可是，在那漫天火球同时落下之后，人们的目光却再度变得精彩。他们惊愕地发现，那火球虽然爆炸开来，但却并没有落在楚风的身上，反而是在楚风头顶之上的虚空爆炸开来，并且那火球爆炸之后掀起的火焰涟漪也都被那无形的屏障尽数挡了下来，根本无法伤及楚风分毫。那是什么东西？难道说远古灵域的力量又插手了吗？看到吕介那本可以锁定胜局的攻势被尽数挡下，人们都觉得多半是远古灵域再度插手。看来远古灵域并不允许这两位杀死其中的一方。看到那攻势被挡下，汤臣大师与袁术等人也总算松了一口气。虽然当远古灵域出手之后，也就代表着这场对决是楚风败了，可是至少楚风活了下来，这便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不公平，这不公平！明明是你叫我们对决，为何要一而再再而三的保护他？为什么不能让我们自己分出胜负？为什么还要插手我们的对决？突然间，吕介再度发出了愤怒的咆哮，他的怒意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得到。而他的这番话不是对楚风说的，而正是对远古灵域说的。他也与其他人想的一样，觉得是远古灵域的力量阻止他杀了楚风，但远古灵域的力量已经保护了楚风2次，这让他觉得极为不公。乱吼乱叫什么？仔细看清楚了，不要以为只有你能分心布阵。就在这时，楚风也是开口了。当楚风开口之后，楚风的头顶便发生了变化，一道巨大的结界盾牌出现在了楚风的头顶之上。那盾牌长达1000余米，不仅极为绚丽无比，更是散发着坚不可摧之感。毋庸置疑，正是那结界盾牌挡下了吕介的攻势。搞了半天，并非是远古灵域出手，而是楚风也在与吕介的对决之中分心布置了结界阵法。楚风是运用自己的结界阵法挡下了吕介的攻势，并且楚风这座阵法无论是威势还是面积都远在吕介之上。最重要的是，在那盾牌下方竟然还有一只巨大的手掌，一只巨大的手掌抓住了那道盾牌，紧接着土壤翻腾，那只巨大的手臂竟然推着令牌向高空而去。没过多久，一个高达3000米的庞然大物从地底深处爬出，站在了楚风的身后。那是一个巨大的铠甲将士，这铠甲将士身形4人，看不到五官，但却光芒流转，极其威风。他左手握着长达1000米的盾牌，
刚刚正是那盾牌挡下了吕介的攻势，而在他的右手则是握着一把长打，那把大刀竟长达2000米之多。此物站在楚风的身后，宛如守护神一般。这就是楚风布置出的阵法，这真的是他在与吕介对决的同时所布置出的阵法吗？他竟能布置出这等级别的阵法！看到那立于楚风身后的庞然大物，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许多人都硬生生惊掉了下巴，就连见多识广的老一辈都是目瞪口呆，而后辈们更是看傻了眼，就连袁术这等人物都是满面的呆滞，那是被吓到的表情。如此强横的阵法，就算给予许多人足够的时间，他们也是布置不出来，更何况还是楚风在以那等强度的结界之力与吕介对决的同时所在暗中布置的阵法，这是何等的掌控力啊！要对结界之力掌控到何种程度才能做到这样的事？吕介，我刚刚不过是夸夸你，但我却没说你能分心布阵，我楚风就不能？你还真以为你赢定了？此时楚风眼中的恐惧不见，取而代之的又是那抹笑容，但此时的笑容看上去却是非常的贱。这个小鬼还真是够混蛋的，不过本仙子喜欢他的混蛋。看到这样的楚风，木之仙子忍不住夸赞起来。事已至此，所有人都已经看出来了，楚风先前对吕介的恐惧完全是装的，因为从一开始他就知道吕介那样的阵法不可能伤得到他。吕介身后那巨大的猛兽头颅虽然也很强横，但那明显是不完整的阵法。但楚风此时身后那站立的铠甲将士却是一座极其完整的阵法。倘若说二人都能在进行强硬对决的同时分心布阵，皆是惊为天人，但从他们二人所布置阵法的完整度来看，楚风却远在吕介之上，厉害，太厉害了！这就是能够站在天赋台阶第3层的天才。吕介败得不冤。此时就连那些与楚风并无关系的围观之人也是忍不住对楚风再度夸赞，哪怕并无关联，甚至有人对楚风心中有恨，可只论实力的表现，楚风的实力已然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爱他的还是恨他的，都不得不承认他的厉害。嗷呜！突然间，猛兽的怒吼在吕介身后炸响，吕介身后的猛兽头颅怒吼间再度对楚风发动了攻势。这一次其口中所喷射出的不再是一颗又一颗的火球，而是一道巨大的火焰光柱，那光柱笔直的喷射出，映射天空之际直奔楚风冲击而去。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吕介那攻杀阵法的力量增强了，他定然是趁这段空档的时间又在暗中加强了那攻杀阵法的力量。不过面对那火焰光柱，楚风身后的铠甲将士只将左手的盾牌将向楚风身前一横，刹那间光芒涌动，映照八方，那盾牌竟然扩散开来，从本体之中向外延伸出结界屏障，从1000米大小化作了一个10000米大小，并且化作结界球体，不仅将自己笼罩在了当中，楚风也被笼罩当中。那火焰光柱正面袭来，尽管掀起了滔天的火焰，可却尽数被那盾牌挡下。而对此一幕，人们其实并无意外，单用看的人们也能看出，两座大阵本就不是一个量级。楚风这座大阵远在吕介那座之上，莫说吕介的攻杀大阵本就并不完整，就算完整，也不是楚风这座大阵的对手。楚风暗中布置的这座大阵，足以用惊为天人来形容。楚风身后的铠甲将士挥动了右手，右手横扫虚空，其手中的大刀便释放出了一道光刃，那乃是刀之气。刀之气正面横扫而去，火焰翻腾，扰乱天际。那刀之气硬生生地将那火焰光柱斩切成了2层。很快，刀之气来到吕介身前，但那磅礴的刀之气并未袭击吕介，而是从其头顶飞过，直奔其身后的阵法而去。惨叫响起，那刀之气直接将吕介身后的猛兽头颅切割成了2截。猛兽头颅被斩切之后，掀起了极为汹涌的涟漪，那涟漪吕介难以抗衡，被吹得人仰马翻。结束了。当那漫天的涟漪消散，当人们看到不可一世的吕介满身伤痕地趴在地上的时候，人们知道这场对决结束了。尽管当人们看到楚风身后那铠甲将士级的大阵后，就已经预感到了会是这样的结局，可当亲眼看到吕介的惨败，那起伏的内心仍是久久无法平复。毕竟他可是在此之前从无败绩的天才后辈，是被誉为圣光天河有史以来最强的界灵师天才啊！可今日无论是天才之名还是其界灵之术，他却皆是完败。今日在场之人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这击败吕介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楚风。这是一个比吕介还要小上几百岁的后辈。至于楚风在击败吕介之后，并没有太多的难为吕介的意思，因为他本可以第一时间杀了吕介，但他并没有，不仅散去了身后磅礴的大阵，自己也没有继续释放那强横的结界之力，对吕介发动进攻。否则此时的吕介就不再是重伤状态，而是已死的状态。你本可全身而退，但却执迷不悟，非要换来满身伤痕，何必呢？看着那趴在地上的吕介，楚风并未嘴下留情，反而笑眯眯地说出了这句讽刺的话后，才向那石碑的方向走去。楚风，你死定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就算我放过你，我的师尊也绝对不会放过你。可楚风还未走出几步，一道极为虚弱的声音却突然响起。这声音虽然虚弱，但却充满了怨念，那声音正是吕介的声音。听闻这句话之后，楚风的表情也是忽然变得冷冽起来，他止步回头望向吕介，我本想放你一马，但你却是真的给脸不要。话到此处，楚风单手握紧，紧接着竟有一把结界长剑自其手中延伸而出，随后楚风一跃而起，当他落下之际，正好落到了吕介的身旁。落下之后，楚风抬腿一脚，竟踩在了吕介的脑袋之上。楚风，你要干嘛？你想死吗？充满威胁的咆哮在远古领域之外响起，那口吻
那自负几乎与吕介一模一样，那是吕介的那些师兄师姐们，但楚风却好像听不到那些人的声音一般。他手臂缓缓抬起，那手中的结界长剑正好对准了吕介的丹田。楚风，你住手，快给我住手！眼见着楚风竟然依旧杀意不减，吕介的那些师兄师姐们也是有些慌了。倘若今日吕介真的出现三长两短，他们在其师尊面前也是不好交代。可现在他们除了威胁楚风，却没有任何办法，怎能不慌？这楚风是认真的吗？楚风他是疯了吗？难道他真的要杀了吕介？那可是悟道圣尊最疼爱的弟子，他若是敢杀了吕介，悟道圣尊绝对不会放过他。事实上，莫说是吕介的那些师兄师姐，就连在场的围观之人也是感觉头皮发麻。那是吕介啊，就算他们再不喜欢吕介，可却也少有人敢真的对付吕介。哪怕是罗陀大师那种暴脾气的大人物，最多也就是嘴上骂骂，绝对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对吕介下毒手。楚风，你若敢杀我，我师尊绝对不会放过你。吕介再度开口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先前杀机毕露，就连身负重创也要威胁楚风的他，此时的语气竟变了。吕介并没有服软，反而仍在威胁楚风。可从他的声音之中，人们却听出了一丝颤抖，那是恐惧。吕介害怕了。当楚风用他的脚真的踩在他的脑袋之际，当楚风手中的剑真的对准他之丹田的时候，这天不怕地不怕的吕介害怕了。吕介，我与你今日才相识，本是无冤无仇，可从一开始你就咄咄相逼，先前与我切磋，更是从一开始就杀机毕露，欲要置我于死地。若我不敌你，早就被你杀了。我留你性命，只是不想把事做绝，可绝不是因为惧怕你的师尊。但你如此给脸不要脸，也就没资格怪我楚风无情。你若向我道歉认错，也许我还能考虑饶你一命。但你越是抬出你的师尊来威胁我，我就越是不会放过你，因为我从始至终都不怕你那个所谓的师尊。楚风此话说完，顿时杀机毕露，所有人都知道他就是要动手了。住手！可楚风还来不及动手，吕介却是突然大喊一声。他这一声大喊，不仅楚风停手，远古灵域之外更是鸦雀无声。人们都预感到这声之后，吕介似乎会说出不可思议的话。果不其然，吕介在极度挣扎之下，他还是开口了：我错了，你放过我吧。此话一出，众人皆惊，吕介竟然真的认错了。这还是那个目中无人、舍我其谁的吕介吗？虽然吕介的话语说的并未太过直白，甚至人们能够从他的语气中听出抗拒，从他那咬牙切齿的面容中看出吕介心中的挣扎，但是他还是求饶了。这便足以让众人大跌眼镜，因为他这一句求饶完全打翻了吕介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看来吕介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他之前的天不怕地不怕，不过是依仗他的师尊。当遇到一个连他师尊都不怕的煞星之后，他终于还是露出了本来面目。木之仙子笑着摇了摇头，而此时明白这个道理的绝对不止木之仙子一人。然而就在下一刻，惊人的一幕发生了。楚风手中的剑猛然落下，只听扑哧一声，便刺穿了吕介的身躯。这一幕让所有人大跌眼镜，这楚风竟在吕介求饶之后还是出手了。楚风手中的结界长剑洞穿了吕介的丹田，这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这是出乎预料的一剑，刺得所有人都措手不及。明明吕介已经认错，楚风竟然还是出手，这是为何？楚风，你言而无信。吕介趴在地上，满面痛苦，但更多的却是愤怒。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当他认错之后，楚风竟还是出手，这让他感觉自己遭受了屈辱。这种无力感让他无比愤怒，那是一种自己的命已被对方掌控，哪怕自己求饶，却也无济于事的无力感。可向来高高在上的吕介，何时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而看着那很是不甘的吕介，楚风则是淡淡一笑：我说过我会留你性命，但却没说不伤你分毫。吕介，你太给脸不要，连认错都毫无诚意。我今日之举就是给你一个教训，我是为你好，你日后会感谢我的。楚风笑眯眯地说道。这番话说出来，吕介气得牙齿都快咬碎了，就连旁人都是看不下去了。这是人话吗？你废了别人修为，还说为别人好，这才是不要脸吧。楚风，你有本事不要离开那远古灵域，否则我必要将你碎尸万段不可。愤怒的咆哮响起，乃是吕介的师兄师姐们，他们此时的愤怒可丝毫不比吕介少，毕竟他们可是悟道圣尊的弟子。因为他们师尊的存在，他们向来无法无天，一直以来都是他们欺凌他人，何时遭受过这样的欺凌？可是听到他们的咆哮，楚风的目光却是变得冷冽起来。楚风看向吕介师兄师姐的方向，这吕介还在我手上，你们胆这样威胁我，看来你们是真的不想让他活了。话到此处，楚风的目光扫向天地间的亿万之人，高声说道：诸位，你们要替我作证，本来我是留了吕介性命的，乃是吕介师兄师姐非要置我楚风于死地不可，反正横竖都是死，我已没有必要留着吕介性命。吕介的死乃是他的师兄师姐所逼。楚风此话一出，吕介的师兄师姐们脸都吓绿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楚风会说出这样一番话。而最令他们感到害怕的是，楚风也许真的会杀了吕介。若是此事传入他们的师尊耳中，那他们岂不是真的成了害死吕介的罪魁祸首？这可是一个他们背负不起的罪名啊！而就在这时，鲜血喷溅，哀嚎连连。楚风将那刺入吕介身体的长剑拔出，随后竟对准了吕介的脖颈之上。他是真的要杀吕介！住手！住手！楚风，你快住手！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请留我师弟一条性命！吕介的众位师兄师姐一扫先前的凶悍，竟然开始向楚风说软话。这一幕本就让人看得感到惊讶，可谁曾想楚风竟仍不满意，反而说出了一句：你们哪有资格站着与我说这种话？
全都跪下，否则吕介必要因你们而死。楚风此话一出，众人目瞪口呆。那些人可是悟道圣尊的弟子啊，他们有多自负？从先前他们敢威胁汤臣大师，就看得出来，让他们这种人给楚风下跪，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而事实上，楚风此话一出，那些人的嘴脸的确变得狰狞。可是很快，他们竟然纷纷跪在了地上。他们竟然真的跪了，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跪了下来。他们竟然真的跪了。可是仔细想想，老也并非不能理解，楚风用吕介的死来威胁他们，并且将吕介的死怪罪于他们头上，这个锅他们可不敢背，只能求饶了。只是无论怎么想，人们都感觉这一切太戏剧性了。楚风本来没有打算对吕介下毒手，都已经放过了吕介，可是这些人却非要威胁楚风，真的是他们硬生生的逼着楚风对吕介下了毒手。而激怒楚风之后，他们除了威胁，却又无计所施，反而最后遭到楚风威胁后，被逼得纷纷下跪，反过来向楚风求饶，这完全就是自找的，这才是真正的作死啊！而他们这样的行为，不仅无法引起人们的可怜，反而让人们觉得他们很是可笑。也许这就是身后有人依仗的弊端吧。他们身后的悟道圣尊，让他们有恃无恐，胆大妄为，以为在圣光天河内，除了那几个庞然大物外，根本没敢动他们。于是他们耀武扬威，于是他们无法无天。但今日他们却遇到了一个真正的煞星，这个煞星也是给了他们一个狠狠的教训。相信今日的教训会让他们毕生难忘。一群蠢货看着那跪在地上，甚至开口求饶的师兄师姐们，楚风的眼中却尽是厌恶。楚风知道这些人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但其实楚风无所谓。楚风胆敢动吕介，就是因为楚风知道，只要离开这远古灵域，悟道圣尊绝对不会放过他。反正横竖都已结仇，楚风根本没必要客气。先前楚风已足够仁慈，但这些人却不知死活，硬生生的把楚风狠辣的一面逼了出来。这样的人当真愚蠢。不过楚风倒也没有再难为吕介，楚风选择放他一马，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的求饶。楚风觉得吕介这种自私到了极致、自负到了极致之人，最无法忍受的就是有后辈比他强，所以让他活着，让他无时无刻都活在自己的阴影下，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折磨。其实之前吕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吕介没有做到，可楚风却做到了。楚风收回结界长剑，看向了那石碑的方向。楚风的目光若有所思。事已至此，楚风几乎已经判断出远古灵域内定有顶尖高手镇守。那古老的声音就是那位顶尖高手，他很可能是远古时期存活下来的人。楚风之所以会有如此判断，乃是因为那古老声音给予的提示是阵法所做不到的，唯有真正存活的人才能够根据现场的变化而做出如此精准的判断。若是阵法，就算再精妙，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虽然不能确定那古老的声音是否就是远古灵域真正的主人，但他的实力绝对远在众人之上。这也让楚风对那石碑的内容，对于这远古灵域的传承越发期待。突然，楚风拔空而起，直奔那石碑飞掠而去。这一次，楚风并没有像先前的吕介一样被拦住，楚风顺利的来到了石碑之前。当楚风靠近石碑，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视着楚风，甚至变得紧张起来。就连那被楚风破坏了丹田的吕介，竟也硬生生的忍住疼痛，爬起身来看向楚风。尽管在场之人都已经无缘那传承，可人们却想知道那传承究竟是什么样的。而就当楚风落下之后，那石碑上的光芒竟然开始消散。那石碑本就寻常，没有了那光芒，看上去就更加寻常了。甚至伴随那光芒的消散，那让众人向往的气息也随之消散。此时落在楚风身前的石碑，就像是一块再寻常不过的石头，上面没有碑文，什么都没有。楚风认真观察，但却什么都看不穿。虽然看不穿这石碑上的内容，可是站在石碑之前，楚风却感受到了一股召唤，那是石碑对自己的召唤。于是楚风做出了一个举动，楚风伸出手来，将自己的手掌放在了石碑之上。只是楚风的手掌刚刚落下，那石碑之中竟发出了一阵诡异的叫声。与此同时，足足30条黑线顺着楚风的手掌钻入了楚风的体内。黑线入体，楚风顿时痛苦难耐，很快便瘫倒在了地上。而此时，人们能够看到，在楚风的皮肤之中布满了黑线，那个样子就像是无数条虫子在楚风体内快速游走，那是戒之鬼蝠虫。很快，有人发出了一声惊呼：戒之鬼蝠虫！真的是，那竟真的是戒之鬼蝠虫！为何那石碑之中会有这种东西？看到那戒之鬼蝠虫，许多人都是感到意外，如汤臣大师、袁术以及于婷等人，眼中更是涌出浓浓的担忧之色。尽管他们知道楚风血脉之力强横，曾亲眼目睹楚风将戒之鬼蝠虫炼化，但是现在进入楚风体内的戒之鬼蝠虫明显数量更多，远非当日可比。这等数量的戒之鬼蝠虫，他们也不知道楚风能否抗得过去。再加上此时楚风那痛苦的模样比之当日更为明显，这就让他们不得不担心了。活该，真是活该啊！这楚风自以为能够得到传承，却不成想等着他的不是传承，而是陷阱。什么狗屁天才，也不过如此啊！那石碑之中有戒之鬼蝠虫，他都看不穿，活该至此，真是活该至此。突然，有人发出了阵阵大笑，乃是吕介的师兄师姐们。而看到楚风躺在地上连连翻滚，尽管吕介虚弱无比，以致自身难保的地步，可是吕介的嘴角竟掀起了一抹幸灾乐祸的弧度。虽然吕介今日极为狼狈，但是楚风的下场却也并不好过。再自以为得到传承之后，反而被毒虫折磨致死。倘若说他吕介今日成为众人眼中的笑柄，那么此时的楚风又何尝不是笑柄？这便是吕介还能笑得出来的原因。前辈，
您到底是要如何？楚风明明已经击败了吕介，为何还要如此暗算于他？忽然，一阵充满愤怒的声音响起，对着远古灵域吼去。很显然，这句话是对那古老的声音说的。但令人意外的是，说出这句话的人并非汤臣大师，竟是木之仙子。木之仙子今日之前与楚风并不相识，按理来说，楚风是死是活与他关系不大。可是经过今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他对楚风越发的欣赏。那不仅是对楚风天赋的欣赏，也是对楚风性格的欣赏。在他看来，楚风几乎具备了所有成为大人物的潜质，继续成长下去，这将是一个能超越悟道圣尊，能纵横圣光天河，甚至纵横整个浩瀚修武界的人物。可就是这样一个前程不可估量的后辈，竟然遭遇这样的暗算，这让他感到极不公平。然而，对于木之仙子的质问，那古老的声音却没有给予任何回应。此时，几乎所有人都在看着楚风挣扎，换句话说，几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楚风死去，看着楚风那悲惨的模样。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指指点点，也有人感到惋惜。不管如何，楚风今日的表现还是征服了在场的一些人，哪怕并无关系，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惜才之人，不希望如楚风这样的天才就这样陨落。但他们都知道楚风活不成了，戒之鬼服虫的厉害，他们都很清楚。更何况进入楚风体内的戒之鬼服虫又那么多呢？不对，那戒之鬼服虫的反应有些不对。可忽然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惊呼，紧接着其他人也是仔细观察，这一看尽皆是面容大变，就如那位所说一般。此时楚风体内的戒之鬼服虫发生了变化，戒之鬼服虫四处奔走，那等模样杂乱无章，更像是受到了惊吓，在四处逃窜。这种情况下，就连他们的叫声都变得奇怪。而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戒之鬼服虫的身体竟然开始不断变小，那个样子就好像他们的身体正在被炼化。而最重要的是，原本痛苦无比的楚风，他脸上的痛苦之色竟然正在逐渐减少。天哪，该不会这楚风真的可以炼化这戒之鬼服虫吧？震惊之际，有人发出了难以置信的声音。起初人们还有些怀疑，可是随着戒之鬼服虫越来越小，楚风气色越来越好，人们就算想不信也是不行了。事已至此，所有人都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楚风不管是何原因，但他当真不惧戒之鬼服虫。那五尊之下必死无疑的戒之鬼服虫正在被楚风所炼化。怪物，这楚风定是怪物！天地之间这样的惊呼不绝于耳。此时的人们都已不再是震惊，而是满面的惊吓，因为楚风此时的表现已不仅是天赋那么简单，这是打破人们认知的表现，是超乎想象的表现，是颠覆一切的表现，是让人感到恐惧的表现。在众人那不可思议的目光之下，原本遍布楚风全身的戒之鬼服虫很快便彻底消失，而本陷入昏迷的楚风没过多久竟也苏醒过来。此时天地间安静的有些诡异，那亿万众生竟都在此时出奇一致的保持了沉默。实际上他们都是被吓到了。人们看着那从地上爬起的楚风，就宛如在看待一个怪物一般，因为先前还满面痛苦的楚风此时竟然面色红润，就连先前在那红色棋盘内所身负的重伤，此时似乎也已经痊愈。那个样子就好像戒之鬼服虫不仅没有对他造成真正的伤害，反而对他进行了滋补一般。看着这样的楚风，就连吕介也是目光呆滞。天下间竟真的有人能够在5尊境以下不惧戒之鬼服虫的力量。然而就在此时，楚风嘴角的一抹笑容更是让人吃惊。但这还不算最吃惊的，最吃惊的是楚风接下来所说出的这番话。这戒之鬼服虫还真是好东西，只是可惜太少了。楚风笑着说道：少？那样危险的毒虫一只都足以要人性命，先前进入楚风体内的已经非常之多，可楚风他竟然还嫌少。这楚风在说什么胡话？他居然说这戒之鬼服虫是好东西，那可是索命的毒虫啊！众人惊叹连连。楚风小友当日被御兽那老贼暗算的时候就说过，戒之鬼服虫有增强精神力的作用，当日进入他体内的戒之鬼服虫远不如今日之多，想必今日他得到的收获也更多吧。汤臣大师抚摸着胡须，笑眯眯地说道：竟然还有增强精神力的功效，若不是听汤臣大师这样说，人们还真不知道戒之鬼服虫有这样的功效。毕竟几乎所有被戒之鬼服虫入体的人都死了呀。事实上，如果是在此之前有人告诉他们戒之鬼服虫其实是戒灵师的灵丹妙药，是能增进精神力的天才地宝，人们一定会骂他有病。可现在他们却深信不疑，毕竟看着楚风那面色红润、精神饱满的样子，人们就算想不信也是不行。这样看来，御兽尊师暗算楚风乃是事实了。木之仙子盯着那御兽尊师说道，目光中竟有着一抹不善。先前楚风给予了他不少好处，他正愁着要怎么报答楚风，但现在似乎找到了报答的方式。木之仙子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就算那楚风能够炼化戒之鬼服虫，却也不能说明我就暗算了他。御兽尊师仍在辩解，可说这番话的时候却躲在鬼脸天尊身后，生怕有人对他不利一般。看他这个架势，再联想到他的人品，其实无论他怎么解释，大家都已经知道真相。汤臣大师说的必然是事实，御兽尊师定然暗算过楚风，只是可惜他遇到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强大到哪怕是戒之鬼服虫也无法奈何于他。忽然间，那石碑上再度光芒涌现，再度看向那石碑，所有人都是双眼发直，有人更是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原本什么都没有的石碑，此时流转出神圣的纹路。与此同时，那让所有人向往的气息再度释放而出。紧接着，那古老的声音也随之响起：你之天赋有资格得到老夫传承，只是你年龄尚浅，修为尚弱，此传承你根本无法守护。此传承
先寄于此处，你的师尊来此，才能带走。此话落下，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变，对楚风的师尊更是充满了羡慕。他们都已经知道，楚风已经通过远古领域的认可，他已经有资格得到传承，只是奈何楚风如今修为尚浅，所以需要楚风的师尊来带他领取传承。那也就等于真正得到楚风传承的人乃是楚风的师尊了。到底谁是楚风的师尊？这可真是捡了天大的便宜。是啊，向来都是弟子占师尊便宜，还第一次看到有人师尊捡弟子便宜的。此时在场众人又羡慕又嫉妒，但同时也很好奇楚风的师尊到底是谁。毕竟楚风如此优秀，他们也能想象楚风的师尊必然也不是寻常之辈。前辈，我没有师尊，这传承我自己不能带走吗？楚风说道。没有师尊。而他此话一出，顿时引起轩然大波。莫说旁人，就连汤臣大师和袁术也都是满眼不解。先前楚风说他没有师尊，人们还以为楚风不想暴露其师尊，可到了这种时候竟然还这样说，难不成他是真的没有师尊吗？必须由你师尊来取，你若没有师尊，就找到一个师尊后再将他带来此处。那古老的声音说道。听闻此话，楚风眉头微微皱起，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自己好不容易得到了传承，竟然还遇到了这样奇葩的事情，这叫他如何是好？毕竟楚风曾经发誓不再拜人为师的，若是现在拜人为师，那对之前他曾拒绝的那些人也太不公平了。而就在楚风一脸为难之际，人们却也注意到了楚风的为难。一时之间，许多人面露喜色，他们从楚风的表情上嗅到了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位绝世天才很可能真的没有师尊。楚风小友，你若不嫌弃，让老夫来做你师尊可好？忽然有一道声音在天际炸响，说出这句话的人竟然是罗陀大师。罗陀，你真是老脸都不要了吗？先前辱骂楚风的是你，现在居然还好意思叫楚风认你做师尊？木之仙子忍不住怒骂道。然而罗陀大师却根本不理会木之仙子，而是继续对楚风说道。楚风小友，先前那是误会，老夫并非故意针对于你，你认我做师尊，我帮你将传承拿到，然后再交还给你可好？罗陀大师对楚风说道。听闻此话，楚风则是连连摇头，他脸上的笑容已经告诉了他的答案，他怎么可能拜罗陀大师为师？这个老家伙先前可是想置自己于死地，而眼见着罗陀大师被拒绝，其他人也都看到了希望，于是不少人都纷纷开口，希望楚风能拜他为师。实力较弱的不敢与罗陀大师等人争，所以选择暗中传音。最令人感到可气的是，就连那鬼脸天尊竟也开口表示愿收楚风为弟子。妈的，这群人可真不要脸！看着那些想占便宜的众人，木之仙子忍不住怒骂一声，紧接着他竟脸色一变，笑眯眯地对楚风挥了挥手，大声说道。楚风小朋友，这些人皆不可信，你若真的没有师尊，不如就拜本仙子门下吧，我不仅不会吞你这传承，还会将我所学倾囊相授。看到这一幕，汤臣大师和如意老人皆是满脑门子的黑线，任谁都不会想到，在此之前不久还纷纷辱骂楚风的人，现在竟然以各种方式想要成为楚风的师尊。这人啊，在欲望之下还真是什么不要脸的事都做得出来。何为荒唐？这就是荒唐。可偏偏这种荒唐却是经常上演。为了能够得到远古领域的传承，人们开始不择手段，哪怕有些人明知自己没有机会，却也暗中传音于楚风，想要一试，全都闭嘴。可突然之间，一声怒吼在天地炸响，紧接着磅礴的威压更是覆盖这方天地，是那鬼脸天尊。鬼脸天尊这声怒吼充满威胁之意，导致许多人都是有些慌了。毕竟鬼脸天尊心狠手辣，天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不过在场之人却也并非所有人都惧怕鬼脸天尊，就比如那罗陀大师。鬼脸，你这是何意？罗陀大师盯着鬼脸天尊，在他的目光之中竟也尽显不悦，那种目光就好像是在说，鬼脸天尊最好不要与他为敌，倘若鬼脸天尊要来硬的，他必然要与其较量一番不可。先前还因楚风联手对抗汤臣大师的二人，不过转眼的功夫竟然剑拔弩张，针锋相对，并且这一次同样也是因为楚风。看着这样的罗陀大师，鬼脸天尊则是冷哼一声，但却并未与罗陀大师理论，而是将目光扫向众人。诸位好歹都是有些身份的人，你们现在此举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辱没了你们的名声。况且楚风小友乃是何人也？他可是我圣光天河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界灵天才，想做他的师尊，诸位也要掂量一下自己的本事和能耐。此话说完，鬼脸天尊看向楚风，楚风小友，在场之中若要说有资格做你师尊的，只有5人，那便是汤臣大师、罗陀大师、木之仙子、如意老人以及我。但我们5人却也有强弱之分，不是我自吹，若真要动起手来，我鬼脸天尊绝对更胜一筹。鬼脸天尊此话刚出，罗陀大师便忍不住大骂一声，鬼脸，你可真是自吹自擂，你更胜一筹，来，有本事咱们较量较量。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对于罗陀大师的叫板，鬼脸天尊竟选择无视，而是继续对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我们之间先前有所误会，但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我是真的欣赏你的天赋，而并非贪图那传承。我敢再次发誓，那传承若是被我所得，我绝对会第一时间传授给你。鬼脸天尊说道。就你这种为人，谁会信你？木之仙子冷笑一声，阴险小人，说了这么多还不是惦记那传承？楚风小友，莫要信他。这鬼脸天尊极其阴狠，乃是彻头彻尾的小人，就连罗陀大师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也是挖苦起鬼脸天尊。可忽然之间一阵惨叫响起，竟是那御兽尊师。一直躲在鬼脸天尊身后的御兽尊师此时竟被捏住了喉咙，而那捏住其喉咙的正是鬼脸天尊。楚风小友，这就是我的诚意。此话说完，鬼脸天尊手掌猛然握紧，只听扑哧一声，
鲜血四溅，玉兽尊师便化作了一片血水。师尊，眼见着师尊被杀，李风雪发出悲愤的咆哮。可是只见鬼脸天尊对着李风雪抬手就是一掌，随后砰的一声，那李风雪也与玉兽尊师一样，化作了一片血水。见此一幕，众人皆是神色一滞。那玉兽尊师在圣光天河的界灵师之中，绝对是1号人物，其背后也有一些势力撑腰。可如他这样的人物，居然就这样被杀了。而最令人意外的是，这杀了玉兽尊师的，还是与其有些交情的鬼脸天尊。这让人们再一次见识到武者世界的残酷。在这个世界，真正讲情义的人少之又少，在绝对的利益面前，大部分人都可以将所谓的情义抛下。而这鬼脸天尊的所作所为，更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无情无义。玉兽本是我之挚友，可他暗算楚风小友，乃是小人行径，胆敢扼杀我圣光天河之栋梁，就算挚友，我也不会饶恕。鬼脸天尊不惧众人非议，竟大义凛然地说出了这番话，那个模样就好像他真的是一个正义凛然、愿为公道而大义灭亲之辈一般。可实际上他是一个什么人，大家都很清楚。看着那装模作样的鬼脸天尊，楚风则是不由一笑，而他的笑极为讽刺。这位前辈，你就不必折腾了，我楚风的修武之道便是守护至亲之人，哪怕他们做错了，我也要守护他们。我楚风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但也并非大公无私之人，我也有私心，我的私心就是只为我在乎之人而战。至于他人死活，我其实可以不管。而你刚刚的行径显然与我不符，你我注定无缘，况且我可不想成为你下一个大义灭亲的对象。楚风高声说道，那嘲讽之意已是说得极其明了。然而对于楚风如此明显的讽刺，那鬼脸天尊竟也不气，反而嬉皮笑脸的说道，楚风小友，我知人品，绝对值得信赖，你我之前都是误会，你若愿与我多做了解，便会发现我们定是同路中人。鬼脸，你闭嘴吧，你这种奸诈小人不配做楚风小友师尊。罗陀大师大骂道。而鬼脸天尊也不再忍让，就连木之仙子也是参与其中。这转眼间极为顶尖的大人物竟然当众对骂，当众诋毁，这等行为可与他们那高高在上的身份全然不符。可偏偏却又没有几个人敢笑话这几个大人物，毕竟此时此刻如他们这般不要脸的人可不在少数。大家为了成为楚风的师尊，维利奥得到远古灵域的传承，皆在不择手段。诸位不要煞费苦心了，楚风他已有师尊。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在远处天际炸响，这声音浑厚无比，引得所有人的注意，而顺声观望，所有人都是为之一愣。人们并不认识这个人，可是看到这位之后，汤臣大师却是面色一动，嘴角露出笑容。而楚风看到这位后，更是为之狂喜，因为此时出现的乃是一个极其丑陋之人。可这个人却是一个熟人，并且是眼下楚风最迫切想要见到的人。此人便是牛鼻子老道。这是谁啊？人们看着那个贼眉鼠眼、鼻子和牛一样的家伙，一个个何止是嫌弃，更多的乃是气愤。在场之中，想认楚风做弟子的人数不胜数，可除了鬼脸天尊、罗陀大师以及木之仙子这3位之外，几乎还没有人敢光明正大的喊出要做楚风师尊的意愿。大多数都是暗中传音，最多也就是小声说话。可是看上去如小人一般丑陋，并且毫无名声的无名之辈，竟然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说楚风是他弟子，哪来的不知死活的东西？赶紧滚出老夫视线之内，否则要你狗命！本就很是不爽的罗陀大师恶狠狠地对牛鼻子老道说道。而此时天地间的不少人也是冷笑连连，觉得牛鼻子老道就是一个疯子，而且还是不知死活的疯子。你们见众人竟如此嘲讽牛鼻子，汤臣大师顿时面露怒容，这就要开口怒斥。毕竟别人不知道牛鼻子是谁，他可是很清楚的。若非要说，在场几乎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如此嘲讽牛鼻子。然而汤臣大师还未开口，一道暗中传音便落入汤臣手中。汤臣兄，不要插手，一切交给我。而这个声音正是来自牛鼻子老道。汤臣大师再看向牛鼻子老道，牛鼻子老道不仅满面笑容，竟还用那满是眼角纹的眼睛对汤臣大师眨了一下。这老东西终于要开始了吗？看到这样的牛鼻子老道，汤臣大师则是高兴的合不拢嘴。这么多年的隐忍，从头开始的磨练，汤臣知道牛鼻子终于要回来了。诸位全都闭嘴吧，我已经说了，楚风乃是我之弟子，你们在我弟子面前喊着要做他的师尊，未免也太不将我放在眼里了吧。牛鼻子老道再度开口了，而他这一次开口则是引起了众人的强烈不满。这老东西真是疯了，他这种货色也敢称自己是楚风的师尊，哪来的丑东西？赶紧滚！旁人还好，只是对牛鼻子老道进行辱骂和驱赶。然而轮到罗陀大师，可就不止这么简单了。眼下罗陀大师一双凌厉的老眼之中，竟然已经散发出了杀意。你这老乞丐，真是给脸不要，当真是想死了不成？罗陀大师认为这种货色根本没资格与他争强。楚风若是牛鼻子老道再不滚蛋，他当真就要下狠手了。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却自远古灵域响起。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所有人都是大惊失色，胆敢对我师尊如此无礼，你们是活腻了吗？说出这句话的若是别人，人们不会如此吃惊，可是偏偏说出这句话的人乃是楚风。的确是楚风。楚风本不想认牛鼻子老道为师尊，他不想认，并非是因为牛鼻子老道不够资格，而是当初他曾下定决心，此生不再拜人为师。起初之所以会做这个决定，乃是因为楚风一路走来积累的经验，自己的亲人都会因为自己而遭受连累，楚风是不想有人再被自己牵连，才不拜人为师。可后来楚风发现，哪怕不拜他人为师，可只要与自己关系亲密，也同样会遭受牵连。所以后来
楚风拒绝牛鼻子老道，乃是为了对得起其他人。毕竟一路走来，楚风曾拒绝过太多人，若是答应了牛鼻子老道，未免对其他人有些不公平。可今日看这样子，若不认个师尊，那传承是真的拿不到了。偏偏这个传承，楚风又不想放弃。在这种必须要认一个师尊的情况下，牛鼻子老道无疑是最佳选择。抛开实力与名声不谈，单单是牛鼻子老道帮助自己融合了4项神体，这等恩惠，他就有资格做自己的师尊。楚风小友，你在说什么？你是说那个牛鼻子是你的师尊？我没听错吧？楚风这个决定无疑让人难以接受，极度震惊之下，人们更是感觉自己听错了，于是开始向楚风进行确认。我劝诸位注意你们的言辞，对我师尊不敬，就是我对我楚风不敬。楚风凝声说道。天哪，他竟真是楚风师尊！只是楚风师尊怎会是如此一个人？这是谁啊？为何从未见过？看他的气息也是非常弱小，似乎只是至尊初期，如此实力卑微的无名之辈，怎会是楚风小友的师尊？这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虽然感觉难以接受，可是当楚风都亲口承认，人们却也不得不去相信这是真的。但人们却非常的痛苦，极度的郁闷。楚风有了师尊，就等于他们得到那传承的机会彻底没有了。若是真的比自己强的人也就算了，可楚风的师尊竟是一个如此弱的无名之辈，他们皆是不服。楚风小友，你刚刚还说你没有师尊，为何现在又说你有师尊？鬼脸天尊凝声问道。先前我的确没有师尊，但是现在有了。楚风说完此话，劲双膝下落，随后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紧接着双手抱拳，对着牛鼻子老道的方向高声说道：前辈对楚风恩重如山，楚风无以为报，承蒙前辈不贤，楚风今日愿拜前辈为师。今日起，师尊的恩人就是我楚风的恩人，师尊的敌人就是我楚风的敌人。修武之路前程莫测，但我楚风愿意师尊共进退。楚风的声音响彻八方，但最令人感觉震惊的却是楚风的举动。楚风竟然是在此时此刻选择拜师，可是在场之中明明这么多人都比那个家伙要强，楚风为何偏偏选择了一个如此弱小之人？这让人无法理解。而对于楚风这当众拜师的举动，汤晨大师似乎也忽然明白了什么。之前牛鼻子说楚风是他的弟子，乃是一厢情愿，可现在却已经成为现实。不管楚风之前为何不愿意，但至少现在的楚风愿意认他这个师尊了。牛鼻子，你这老东西能收到楚风这样的弟子，也算是苦尽甘来了。汤晨大师心中叹道，从他那一脸的笑容就看得出来，他是发自内心的替牛鼻子感到高兴。毕竟牛鼻子的遭遇他最清楚，所以他深知牛鼻子的不易。但眼下要说高兴，谁都比不过牛鼻子老道。这个老家伙不仅满面皱纹堆到了一起，笑得一口大黄牙都露了出来。别提多高兴了。好好好，你我师徒共进退。嘿嘿。牛鼻子老道连连点头，说话的时候更是直流口水，那个样子就像是猪八戒娶到了美娘子。别提多高兴了。看他这得意的样，简直就是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不少人讽刺道，虽然这样的词语不是形容师徒的，可是放在牛鼻子老道的身上，人们却都觉得再合适不过。可就在此时，一道流光划破天际，直奔牛鼻子老道而去。下一刻，只听得砰的一声闷响，那光芒穿过牛鼻子老道，硬生生的将牛鼻子老道轰得飞灰烟灭。是鬼脸天尊。楚风小友，看来你现在需要重新拜师了。在一击杀了牛鼻子老道之后，鬼脸天尊对楚风说道。牛鼻子老道被鬼脸天尊一招抹杀，一切来得很突然，使得在场的许多人都被吓了一跳。人们一方面感叹于鬼脸天尊的狠辣无情，但另一方面却又觉得鬼脸天尊做得对。毕竟就连他们都觉得那个牛鼻子不配做楚风的师尊，所以有人出手杀了那个牛鼻子，人们也觉得能够理解，甚至正合众人心意。可相比于那些看热闹的人，楚风可就是愤怒不已。当他第一眼看到牛鼻子老道被杀之后，楚风真的是怒火中烧，第一时间就想对那鬼脸天尊出手。那是一种哪怕明知不敌，却也不愿善罢甘休的愤怒。可是当楚风注意到站在天际的汤晨大师镜面无波澜，反而嘴角带有笑意之后，楚风便忽然间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毕竟汤晨大师与牛鼻子老道乃是多年挚友，他不可能见自己挚友被杀之后还笑得出来。虽然楚风并不知道如今的牛鼻子究竟是何实力，可从汤晨大师的反应来看，牛鼻子老道必然不会那么轻易就被鬼脸天尊所杀，牛鼻子应该是诈死。尽管在确定牛鼻子老道并未死后，楚风内心的怒火减少了许多，但对鬼脸天尊的恨意却是依旧不减。毕竟无论牛鼻子老道是否已死，可鬼脸天尊这杀掉牛鼻子老道之心却已成事实，这个人绝不可轻饶。楚风小友，别这么看着我，那种无名之辈岂能做你师尊？我这是在帮你啊。小友，你现在可能无法理解，甚至会怨恨于我，可总有一日你会明白我的一番苦心。鬼脸天尊看到楚风眼中的怒容，他也是有些慌了，开始极力辩解。毕竟他现在可是在求着楚风来认做自己为师尊。他也知道他杀了牛鼻子这个举动会得罪楚风，可他没有办法。若是杀了牛鼻子，他起码还有一丝机会；若是不杀了牛鼻子，那他可就真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你这种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居然还好意思叫我认你做师尊？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不会成为我楚风的师尊，但你倒是有可能成为我手下的亡魂。楚风对其说道。听闻此话，鬼脸天尊眉头皱起，看楚风的态度，他似乎连那一丝的希望都没有了。可那罗陀大师则是喜笑颜开，觉得他的机会来了，于是对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所言极是，这种卑鄙小人怎能做你师尊？还是拜老夫为师吧。只是听到罗陀大师的话后，楚风却是说道：你与那鬼脸一样，
只配做我手下亡魂。罗陀大师剑眉倒竖，被楚风如此拒绝，他有些气急败坏。忽然间，狂风大作，天地颤动，连空间都被挤压的变形。原来是那远古灵域的结界竟有了变化，在人们的注视之下，那结界竟然开始逐渐变弱，最后更是彻底消失。起初人们还有些怀疑，可是很快人们发现那结界竟真的消失了。当结界消失之后，便有数道身影如同天降暴雨一般，自四面八方齐刷刷的向远古灵域的方向飞掠而去。吕界的师兄师姐们来到了吕界身旁，他们第一时间将吕界从远古灵域之中带走进行疗伤，临走的时候还恶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楚风出手，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的楚风已今非昔比，就算他们出手，也会有人保护楚风，甚至贸然出手可能会让他们陷入危难之地。尽管很是不甘，但理智告诉他们，现在这种情况还是保持理智为好。而除了吕界的师兄师姐是来救助吕界之外，汤晨大师以及袁术还有于婷则是第一时间来到了楚风身旁。没有了那结界的存在，楚风也就暴露在众人的进攻范围之中。他害怕楚风出现意外，尤其要提防的便是鬼脸天尊和罗陀大师。至于其他人，则是纷纷向那石碑冲击而去。毕竟那石碑之中可是藏着传承。令人们意外的是，他们几乎都可以靠近那石碑，甚至可以触碰石碑，可人们却都无法得到那传承。无论使用任何办法都是没用，这可就让人们感到头疼。若是无法凭借自己本事拿到传承，那就只有一个方法了，那就是让楚风认自己为师尊。可是这个希望就实在太过渺茫了，人们觉得这种机会几乎不会落在他们的身上。忽然间，轰鸣炸响，涟漪肆虐，许多人都被那涟漪轰飞开来，轻者重伤，重者死亡。是有人对那石碑出手了，为利奥得到里面的传承；有人想用武力直接将石碑破坏，而这个出手之人乃是罗陀大师。罗陀，你疯了！眼见着罗陀竟直接对石碑出手，鬼脸天尊以及木之仙子都是勃然大怒。他们并不害怕石碑被毁，而是害怕里面的传承遭受破坏。出手了又如何？还不是没有用。罗陀大师气急败坏地说道。而听闻他此话，人们再仔细观看，那石碑竟然完好无损。可要知道，罗陀大师那一击掀起的涟漪，都对那石碑周围之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杀伤啊！那一击的威力极为强横，可那石碑竟是毫发无损，这让人们意识到，想用蛮力是行不通了。楚风小友，认我为师尊，我保证会将那传承转授于你，并且保你安然离开此地。无可奈何之下，鬼脸天尊再度看向楚风，只是此时他的语气已经有了变化，并不再像先前那样以低姿态来请求楚风，此时他的语气竟然有了几分威胁之意。楚风小友，这鬼脸不可信，你还是拜老夫为师吧，唯有老夫才能保你安宁。罗陀大师也是开口了，他的话语之中竟同样有着几分威胁之意。终于原形毕露了吗？不过有我在此，你们休想伤害楚风分毫。汤晨大师将楚风拦在了身后。汤晨，休要多管闲事。鬼脸天尊一袍舞动，那威压已是释放而出。楚风小友，那汤晨绝非好人，莫要听信于他。其实他也是想得到那传承罢了，还是拜我为师吧，我比汤晨这个伪君子可要可靠得多。罗陀大师同样释放出了威压，正在向汤晨大师靠近。这先前还针锋相对，相互诋毁，甚至要大打出手的二人，此时竟然再度联手，因为他们知道，若想胜过汤晨，他们二人联手更有胜算。两位以2对1，可是不太公平。而就在此时，则有一股强大的气息落在了汤晨大师身旁，将楚风护在了身后，乃是木之仙子。木之，你也要多管闲事。罗陀大师与鬼脸天尊凝声问道。若是他们二人对付一个汤晨，还很有胜算，可是若是再对上一个木之仙子，那可就较为棘手了。你们现在知难而退，还来得及。木之仙子说道。来不及了。可木之现在话音刚落，便又有一道声音炸响。这道声音响起之后，所有人都是目光一动，因为这个声音既不是汤晨大师所说，也不是鬼脸天尊和罗陀大师，并且那声音来自于天际之上，那是抬头观望。众人更是面露恐慌，如受到了惊吓一般，因为天际之上所站立之人，正是那个长相丑陋的牛鼻子老道。